这餐厅是不是很贵？这是夏意朋友的餐厅。我看装修那么好。结婚？你们才刚认识几个月，会不会太快了？不快，我知道就是这个人了。那种感觉，我怎么跟你说，就是特别懂你，然后发自心底里欣赏你。哎呦，严老师，可算是见着了。雷雷啊，总跟我提起你，你可是他的偶像啊。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，我俩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带我去鱼市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，看起来像花蟹，但其实有剧毒，吃了要进 ICU 的。夏意说了，这种螃蟹有个学名叫铜柱鼠弱，比水母还多。美女，哪儿吃的不满意啊？没有，我是来找个人，他经常来您这儿吃饭，说跟您是朋友。夏总是吧？他是我们这儿的常客，不过有段时间没来过了。都是雷雷顶的座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好的，先生，您开车来的吗？这边帮您登记车牌的话，可以免费停车的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好。严老师，可算是见着了。哎，服务员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下10月18号简小姐他们的停车记录？可以的，您稍等。哎，您好，是114吗？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东 A4728K 的车主好吗？请他尽快挪一下车。哦不，是这样的，我不小心把他车给蹭了，我需要直接跟他联系，看看怎么走一下保险。哎，夏意，租车行？这个病人有一定的耐药性，可能得做无抽。但他家属还是挺抗拒做电疗的。没事，我去跟他们谈。帮我提醒管虫大夫，氯丙嗪的量要降下来，对心血管系统还是有影响。好。知道峰哥在哪吗？峰哥在哪？知道峰哥在哪吗？峰哥在哪？什么风啊？你不知道，你问什么？疯了吧你？我也可以问你去死啊，峰！我也可以问你去死啊！对不起，老师，我今天来看宁宁，她一直求我说就出去一会儿，而且她自己说她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纯粹是为了装出来拿毕业证吓唬学校的。就是那个什么风，那是什么人啊？是常宁她男朋友，叫徐峰，是财经大学的。不过最近好像他们一直都在闹分手。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学校汇报，你以为你这是在帮他吗？你这是害了他。我早就跟你说，女娃娃读书没得用，现在好个男生勾勾搭搭，弄得自己疯疯癫癫的，丢死人了！小声，让开我，让开！怎么回事啊？燕玲啊，给你平反了啊！李长宁啊，根本就没事儿。罗医生，李长宁怎么了？他现在处于应激状态，说的话是不能全部相信的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罗医生，我看看，怎么磕得这么重？不用了，甜甜，先出去吧。根据最新的情况判断，真正的应激源来自于李长宁的情感关系，而毕不了业，顶多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你们至少应该跟严老师道个歉吧，长宁爸爸，我们是可以追究你打人的责任的啊。不用，没事。我也有孩子，我能理解你们当时的心情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其实这个娃儿小的时候多听话的，哪儿晓得他骗我们嘛！现在当务之急是让常宁好好治病，只要他能够认真对待学业，等他病好了，我会帮他申请延期毕业的。让常宁好好活下去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谢谢严老师，谢谢。严玲，警察说已经结案了，明天可以去接蕾蕾了。说就算有犯罪嫌疑，按国家法律规定，嫌疑人已死亡的，不追究刑事责任。我决定了，手捧花就选郁金香，到时候你可接住了。您把衣服给我吧。我们家蕾蕾还是一个没有出门的姑娘，这衣服我给她换。您这身体还是算了吧，情绪激动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我们担待不起啊。交给我吧，我去，你放心。这边。我要再看他一眼，我要再看我闺女一眼。没事，李妈妈没事的。这边不要说话，让
要伤害你自己。你听我说，我懂你，你不是不想离开这，你只是不想离开他，对吗？你妈妈要是带你出院回了老家，你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。你冷静一点，你看。 其实你已经成年了，只要你在这份说明上签个字，你妈妈就不能代替你做任何决定。不行，我不信拿走！你出不出院跟我没关系啊，你相信我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就算是严老师和学校，也没有办法代替你做任何出院的决定。 你看了就知道了。出不出院，你自己决定。抓住他！抓住他！你放开我！冷静！为什么？ 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，长明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准备病床，来，没事。严老师，你给我说嘛，那个男的到底是哪个？我去求他放过我的女娃子。严老师，谢谢。阿姨，您在这待了这么多天，那个男孩有来看过李长宁吗？您觉得不肯放手的人是他还是长宁啊？能不能请您答应我，别再跟他唠叨家里为他花了多少钱，你还有弟弟要照顾，你只需要把他当成是你唯一的孩子，关心他吃的好不好。 睡得好不好？哪怕只有这几天。但是这个娃儿，你刚才看到的，他现在相当于像是摔了一跤，受了伤。我们就别再责备他为什么走路不看路了。其实他自己也不想摔跤受伤的，不是吗？阿姨，请您再多给我一点时间。 也给长宁一点时间。那刚才你让他签的那个东西，千万不能让他签啊！哦，他不懂事。您说的是这个啊？对。这个假的，我骗他的，根本没这种东西。今天这逼人闹，幸亏你在。哎呀，他到底怎么回事？说这么多天都没见好转。 就多点耐心，对症下药啊。罗医生，严老师，先走了哦，拜拜。你在等我？罗医生，还好今天你在，要不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。你不用客气。上次的事情，是我没有控制好情绪，我想向您道歉。上一次？哦，就昨天见完徐峰。开玩笑的，其实我记得。我突然情绪失控，确实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很糟糕的样子被你看到了，然后又听到你提起，就会觉得挺尴尬的。其实你不用尴尬，有时候失态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机制，能失态代表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很荣幸让你有安全感。罗医生，最近我跟我儿子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我想向您请教。没问题。我先帮您开1周的量，没有依赖性，放心吃。
没事。你是给我看精神病的，你有什么权利让我看别的科？李长宁，你这样是在打搅我工作。你为什么要让我看那样的科？因为我认为你为了赚钱，在对自己身体毫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捐卵。你肚子上的痕迹是促排针打出来的，而且短期之内不止一次。我帮你安排妇科的检查跟会诊，是想帮你看看，你这一辈子还能不能生出孩子来。失个恋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告诉你，合格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。第一天哭哭可以，第二天就该删了拉黑，第3天该吃的就吃，该玩的就玩，再重新去认识一个新的男朋友。嗯？你说让我找个新男朋友，那句话你可以不听。有的时候，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，只要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。可不是都说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，怪我弄丢了他送我的同心锁项链。他说我不珍惜我们俩的感情，我没有啊！不珍惜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，他应该很清楚你的经济状况。你给他买手机，在外面租房，难道他就不问你钱从哪来的吗？取卵之后，至少14天不能同房。你频繁不规范的取卵，已经让你的卵巢功能严重受损。再加上你们完全无防护的性生活，你这么严重的感染，我就不相信他看不出来。他真的有在乎你吗，李长宁？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生孩子了？那要看你了。如果你好好的接受医生治疗，不要像以前那样糟蹋自己，我相信你一定还有机会当妈妈。听到了？什么声音？她的脚受伤了。对呀，被她男朋友咬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还好店员及时发现，不然差点被咬死。仓鼠是一种领地感很强的动物，母亲、子女幼崽，或是交配过后的雌雄双鼠都会打架。你男朋友咬你，你很伤心吧？但同时也很坚强。但他很快就想通了，不仅不再伤心，还狠狠地咬了回去，让自己死里逃生。我把它买回来，但我最近忙，还没有时间照顾好它。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照顾几天？它的伤养好的时候，你也差不多可以出院了。东 A 4728K 是一辆路虎，我当时打电话来确认过，他就是在这里租的车。系统已经查过了，真没下意识。大姐，就是你举报的我们吧？警察已经找我们罚过钱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
警察？我跟李警官把事情都已经讲清楚了，那个叫什么夏意的我根本就不认识，他就是多给了我点钱，用的我的身份证办理的租车手续，按时还了车也没出现事故，没必要报警吧？抱歉啊。喂。哎，我登录了小乐的游戏账号，翻了一下他的对战记录，就是有一段时间啊，他呢经常跟这个头像的人一块打，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意。我把他那个头像的图片给你发过去啊。张宇。圈里这人给客户闻过，发过一个微博，你看一下。梦里人。李岩总啊，您说的都对啊，是现在客户是有一些差评，但是集中体现在动作设计的2个段落上啊。您放心啊，这个新的角色跟场景建模已经进行中了，只要资金到位啊，我保证咱们能上一大台阶。刘总，啊，严总啊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喂，哎，小吕，我告诉你，小吕啊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的钱是用来优化质量的，不是让这帮白眼狼勒索我的。做的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我赶紧去！好，什么玩意儿？你们都！哎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刘总，他一定要见。不是你们干嘛吃了？怎么还没轰走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刘总在开会。哎，抱歉，刘总，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，关系到一条人命，就麻烦你见我一下好吗？不好意思，真的不行。您听到我说话了吗，刘总？刘总，你说的这个简雷雷，我听都没听说过。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？这有什么稀奇的呀？这种图案网上多的是。那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张图片的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会把上面纹身那美杜莎的蛇也改成了章鱼触角？不是什么蛇呀，什么章鱼触角？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。你说的那个简雷雷，我就压根不认识。你要有任何怀疑，你报警去，你别跟我这儿添乱。刘总，我的好朋友简雷雷在去世之前，他抵押了房产，所有的钱都不知去向了。我这样说可能会不太礼貌。我看了最新的财经报道，您的这个公司最近也正好遇到了财务困难。住嘴！怎么回事啊？可惜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怎么又发这么大脾气啊？不是，没有，甭理他，有病。你怎么跟人家讲话呢？对不起，他脾气不好。还不走啊？我叫保安了啊！没吓着你吧？他是谁啊？我不认识啊。怎么样？产检怎么样？可好了，是吧？怎么不上去啊？你有女朋友了，我总去你家不合适啊。没事，你要想，咱这说也行。怎么了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
跟蕾蕾有一样纹身的人了。我看，是个游戏公司老板，他叫刘平，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吧。哎，那他没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蛇改成章鱼吗？没有。哎，得把这个线索跟警察说一下吧。我起码得先证明他跟蕾蕾认识啊，或者是有某种联系。不过他最近确实是挺缺钱的，财务状况很糟糕。但他有老婆了，我也找到他老婆的微博了，你看，看着像是个白富美。他缺钱，他老婆又这么有钱，那他就是想专门找这种有钱的女人捞钱，是吗？杨老师，你看看，照片里有夏意吗？我结束啦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好的。你好，你是刘总太太吧？你是那天在我先生办公室？对，是我。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先生身上有纹身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不，你误会了。我是大学老师，我姓严，和你先生有个一样纹身的女孩，那是我的好朋友。她前段时间自杀了，生前欠了很大一笔钱。怎么会自杀呢？这也太可怜了。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？那都已经是过去了，我们现在结婚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我看过你的微博，你的家境好像挺好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刘平找你周转过资金吗？严小姐，你太过分了。我很同情你朋友的遭遇，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觉得所有人都是坏人吧？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，你不要再骚扰我，也不要再骚扰我先生了。不好意思，于小仙，我如果说任何让你不高兴的话，我道歉。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高兴，你要是再骚扰我，我就叫人了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师傅，师傅，不是，慌什么呀你这是？我最近啊，跟我同学啊什么的打听，问了好几个，说是一开始谈恋爱，最后骗人钱的案子。我觉得跟简雷的案高度相似，我怀疑这里边有同伙作案，咱们应该立案侦查一下。这不，那个导弹他就不是，王子文警官他就碰见一个。哪片区的？报告胡所，我是小李大学同学，在上官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。小李跟我说了以后呢，我就报告了所长。他同意我来跟您汇报相关情况。那怎么不穿警服啊？今天我休息，李胖非让过来跟您汇报。说事。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出警，有个女的要跳楼，然后救下来以后，她说她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，然后谈了一阵恋爱以后呢，那个男的非要拉她一起来投资。然后她的钱就被骗走了，然后那个钱呢，是她和她老公一起存着买房子的钱，然后她就被她老公打了，然后呢，她就心情不好。然后，第一，这作案手段不一样，一个是网上，一个是真人，再一个，作案结果不一样，一个是骗着钱了，一个是没看出骗钱。那我问你，怎么证明他俩是同伙？拿谁立案？你跟这瞎点什么头？你说案情，你说的到点上，那你说，那女的就他们揪下那女的说，在网上骗他那骗子，除了人好，还特别有爱心，最关键的是，也在一海上救援队当志愿者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忘了。我说到这个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李胖汇报，说这个人海洋知识特丰富，曾经在水产摊里认识一种毒螃蟹，叫同柱熟肉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未婚夫是叫夏意。
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，我俩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带我去鱼市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，看起来像花蟹，但其实有剧毒，吃了要加锌的。螃蟹叫头柱鼠。头抬一点点。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喝醉了，回家之后，他直接就倒在床上，我就说给他倒杯水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打他了。然后他起来，突然一下就勒着我的脖子，然后就开始打我。你为什么打我？打你？我打你需要理由吗？我不高兴，我就可以打你。好。不要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就完了。老子不只吃过你喝的，你还踢我！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我回去之后，他好像一直问我说，我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？所以你就打了他。所以我他妈王八蛋吧，我王八蛋，我对不起他。多好一媳妇儿啊！被你打成这样，听说要拘留，还替你求情。他真要和解？都这样了，你确定还是要跟他和解吗？是严玲吧？坐呀，坐呀。我妈妈退休的事情，谢谢你。嗨，她一个人不容易，你顾不上，我可不得搭把手吗？快坐吧。啊。这些年啊，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当成是自己的事儿来办的，这你都知道啊。谢谢。哎，我可不图这声谢谢啊。这么些年了，完全没有音信，还故意躲着我，真让我寒心呐。你妈妈都跟我说了，你最近进步很大，非常好。你爸知道了，肯定也会很欣慰。哎，确实。当年有很多事儿啊，确实咱们俩都有问题，应该找机会说开，你说呢？而且我离婚了。你的药量，我觉得只要他的精神状况稳定就够了。好的，雷，我们后续再讨论这个问题。没问题，随时来调。好的，以后多多合作。好，再会，何主任。严老师，啊，这么巧，罗医生，我刚看背影就像你，你不是回老家了吗？对，啊，我今天早上刚刚回来。哦，我就说嘛，你既然回来了，不会故意不通知我。哦，衣服怎么了？不小心弄脏了，
估计也洗不干净，就扔了。我来这里帮忙会诊。这里有个重症的病人，手术完之后出现了谵妄，意识不太清楚，差点把输液管给拔了。哟，你呢？你来看医生？我来看个亲戚。哦，那你今晚？是，我们说好要回来一起吃饭的。哎，我不是要逼着你陪我吃饭。哦不，是我的问题。我本来答应你的，说我回来就。你答应我，一回来就要给我打电话了。但其实今晚我没空，下次吧。哦，你先走啊，我在这还有点事。好。等下次我俩有时间的时候，我约你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喂，妈。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你讲师都当了4、5年了，该评副教授了吧？今年你申请了吗？还得再过段时间吧。你就撒谎吧，在我这儿你一句实话都没有。你们学校网站上的那个公示名单我都看了，根本就没有你。现在高校都有那什么非生即走的政策，你接下来怎么办啊？今年要是没评上，你就得被开除啊！也没这么严重吧？我们学校也没这个说法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你还有小乐呢。当年怀了非要生，别说自己能养，现在呢，你怎么养？什么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，跟小时候一个也心里就你自己，从来不考虑别人。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，你好好想想该怎么办。喂。喂。你还好吗？我就是很担心。那天好像惹起你的伤心事。抱歉啊。不会，我没事儿。你呢？回去都还顺利吗？都还好。联系了明天火化，但就是我妈有一点上吐下泻。我陪她到了医院，这会儿才稳定下来。你妈妈没事吧？其实她身体一向很好，可能是情绪问题引起的身体反应吧。你那天突然不舒服吐了，肯定也是因为很伤心吧？可不可以请你教教我，该怎么熬过来？我不一定有资格教你。我会去回忆，凭那些最好的记忆，在心里，好像他一直都还在。
有的。我会反复看他写给我的信。我爸爸，他会跟我讲大海。他告诉我，把机油抹在脸上是可以防晒的。如果没有淡水，吃鱼也可以补充。他会教我如何去辨别方向。爸爸说，用手表的时针对准太阳，时针与12点瑞夹角的平分线就是南方。加油，坚持住，宝贝。爸爸会教我如何去躲避风浪。勇敢一点，再大的风浪都是可以被战胜的。他说，风浪再大，再凶险，都不能放弃，不能松开手中的舵。他真是一个很好的父亲。他是在海上工作吗？他是远洋货轮的船长。所以他是因公牺牲？不是。在一次探亲中，他发生了意外。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很快的恢复走出来，但感觉并不现实。你看你，都过了这么久了，好像都还没有走出来。真是抱歉啊。说好是要安慰你的，结果我自己却说了半天。不会啊，很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，靠着美好的回忆撑过去，我学会了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之前，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些。那你一定是一个从小就很懂事的小孩，心里有这么大的悲伤，没有跟你妈妈分享，你一定也很怕让你妈妈伤心吧？你和你母亲一路相依为命，真的很不容易。爸。喂，还在吗？哦，我在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接到一个工作微信，我要去忙了。哦，好啊，是我不好意思，耽误你的时间。没有没有，好好照顾阿姨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会，你也是。再见。
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快，上车再说。他知道你怀孕了，还把你打成这样，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？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。你不要替他找理由，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你想想肚子里的孩子。你怎么会有这个纹身？谁让你纹的？是你老公吗？是他吗？不是他，和他没有关系，这一切全都赖我。我是一个很坏的人，活该他打我。我之前借过一笔钱，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，钱越滚越多，我还不上，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，还拍了那种照片，说拍完就可以抵掉一些利息。你说，雷雷她去借裸贷？所以我猜测，雷雷身上那个纹身，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。你借了多少钱？本金18万，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越滚利越多，到最后有好几十万。那你家里人呢？他们没有帮你吗？我那段时间跟家里人没有联系，我父亲去世了，因为我。当时原本我是在家陪我爸，但是我跟男朋友吵架闹分手，我就跑出去了。然后他就心梗发作了，我不在家，都是因为我。那个时候小，我特别不懂事儿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父亲也不。那之后，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好了。我知道她怪我，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，我就从家搬走了。后来，我妈很伤心，移民去了国外。我现在想想，我那几年真的生不如死，我做了很多错事，包括借钱。再后来，我就遇见了刘平，他真的对我特别特别好，所以我不想瞒他。我跟他说了之后，他说心疼我，然后就去和我纹了一样的图案。他说他纹了这个图案，这就不再是一段痛苦和羞耻的记忆，这就是我们感情的见证。但是接受过去那样的我可能太辛苦了，他每次喝完了酒就忍不住的骂我打我，我一点都不怪他，我只怪我自己。我真的后悔，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，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些事。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，那个纹身，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，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。姐，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？不会啊，当然不会。那你接下来呢？有什么打算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
我想买一张机票出去躲一躲，因为我的钱都交给他了。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，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，他也许比我更后悔、更痛苦，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。我犯下了弥天大错，今生无法弥补，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，来生再还吧。因为你们都觉得干妈是坏人，犯了错就不能被原谅。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？我一点都不怪他，我只怪我自己。我真的后悔，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件丑事。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。为什么我没接到你的电话？为什么我没能救你？姐，可心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真的要因为那段过去挨他一辈子打吗？我不怕，但是我害怕我的孩子和我一样爱他。你有没有想过改变，重新开始？你的意思是离婚？我想过的，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和我一样每天担惊受怕。犯一次错就要及时止损，不能用另外一个错误再去弥补，这样只会错上加错，最后到无可挽回。我那个好朋友，他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没有人帮他，所以他只能一错再错，最后连后悔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们都不要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那我该怎么做？我帮你找律师。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，你需要有人来帮你。谢谢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。我们要是早点认识就好了。先不说这些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，情绪稳定。毕竟你现在是2个人。爸爸自己也能把你养大，是不是？